巴黎有非常著名的城市轴线，那这个轴线对于巴黎究竟有什么作用？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巴黎的一条历史轴线，也叫做皇家大道。它从巴黎的市中心延伸到拉德芳斯商业区，将巴黎的新旧城区联系了起来。轴线上不仅有著名的卢浮宫博物馆，还有巴黎第一大和第二大广场，另外还有香榭丽舍大街，还有新旧凯旋门。那咱们就分别去看一看。首先咱们来说说市中心的卢浮宫。其实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卢浮宫并不是完全在这条轴线上，因为它转了一个角度，而广场上的拿破仑像是正对着这条轴线的，所以这个雕像虽然不在卢浮宫的建筑轴线上，但是它可以说是城市轴线的真正起点。这个卢浮宫原先是一个小堡垒，卢浮宫的意思据说是狼出没的意思。你可能想到了，最早这里是打猎的地方，好像欧洲那些贵族很喜欢打猎，这个大概跟喜欢钓鱼的那个出发点差不多。你看凡尔赛宫和维也纳的美泉宫之前都是打猎的场所，后来这里逐渐成为一个大的堡垒，来加强对巴黎城的防御，各种城墙工事让它变得非常安全，越来越多的王室就住到这里，逐渐成为了政治中心，最终演变成为皇家住所。后来到了路易14时期，之前的视频也讲过，巴黎城市的治安不行，就开始建造凡尔赛宫，法国的实际首都也变成了凡尔赛，卢浮宫就不再作为皇家宫殿，但是在这里原先收藏了很多艺术品，于是卢浮宫就变成了一个比较综合性的建筑，有行政办公场所，也有艺术家，同时也保留了皇室居住的一些房间。后来就法国大革命了，在1793年，卢浮宫就变成了卢浮宫博物馆，但这个时候功能还是混用的。拿破仑统治时期，这里就改名为拿破仑博物馆。后来到了拿破仑3世，在他任上之前讲过，进行了奥斯曼工程，对巴黎进行了大改造，卢浮宫也得以扩建。不过建筑功能还是混用的，主要分成2大块，一个是北侧的财政部，另外是博物馆。在法国的发展过程当中，很多艺术品，不管是送的、买的还是偷的、抢的，都往卢浮宫里面塞，最终肯定是塞不下了。即使后来一部分藏品运到了河对岸的奥赛博物馆，但卢浮宫还是缺少空间，藏品都放不下，就更不要提什么储藏啊、餐饮啊、洗手间啊、商店啊这些地方了。周围场地的维护，包括停车区域、什么交通流线、人车分流，这些都顾不上。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是把北侧财政部的区域都变成博物馆。那财政部的那些人怎么可能同意呢？在塞纳河旁边拥有几百年历史的卢浮宫中办公，巴黎绝对市中心，交通便利，再加上这个部门权力又大，财政部肯定不愿意搬嘛，于是就陷入了僵局。一般故事发生到这里，男主就要出场了，他就是法国当时的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他提出了一个大卢浮宫计划，这个计划是为期10年，对卢浮宫进行一个扩建和改建的项目，让卢浮宫成为一个完整的大众博物馆。总统下令了，财政部就需要搬出卢浮宫，是通知不是建议。这个时候另一位男主要出场了，就是老家苏州的美籍华人建筑师贝聿铭。整个卢浮宫的建筑项目就是由他来负责的，而且并不是通过什么竞赛招标，是直接委托。那为什么会选择贝聿铭呢？咱们来看一下这个过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甲方代表法国总统密特朗，在准备开展这个大卢浮宫项目的时候，他开始组建项目团队，并在欧洲各个国家以及美国去考察各种博物馆、美术馆。转了一圈下来，对美国华盛顿的国家美术馆东馆印象深刻，这个就是由贝聿铭设计的。贝聿铭在那个时候已经成名了，不仅是这个国家美术馆东馆，包括之前的肯尼迪图书馆也非常有名，于是就开始跟贝聿铭接触，并邀请贝聿铭加入卢浮宫项目团队。那么贝聿铭就好的收到，马上加入，这怎么可能呢？贝聿铭除了自己本身就是建筑大师之外，他的商业营销也十分出色。他提出的条件就是，我可以参与项目，但是我不接受什么竞标竞赛，要让我做就直接委托。当然他不是这么讲的，贝聿铭还是非常谦逊的，不管是他的成长故事还是看他的采访，都是温文尔雅，但是他就能够礼貌地表达出这个意思。其实从他的很多项目也能够看得出来，不管是从商业角度还是设计角度，贝聿铭更喜欢说服甲方对项目进行委托。他的逻辑是这样的，首先业务能力你也看到了，这个就不多说了。就这个项目而言，卢浮宫那么重要，如果你要展开招标竞赛，那么为了公平，建筑师肯定不能过多的接触甲方，必然会导致对这么重要的项目整体认知不够，拿出的作品相对也是比较浅显的。但是如果你直接委托给我前期会一直跟着，从而确保对这么重要的项目从前期到后期都有深度的参与。甲方一听说的在理，而且他不仅说得好，还落实到行动上。贝聿铭多次到巴黎对项目进行评估，
确定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这么好的服务真的受得了吗？于是密特朗和卢浮宫团队就决定将这个项目直接委托给贝聿铭，然后就开始做方案。方案一出来就引来了法国一片批评声，就是这个玻璃金字塔方案。其实这个方案的设计逻辑很清晰，在场地中间放一个中央入口，将卢浮宫原本这一串建筑联系起来，全部用玻璃材料可以让室内非常明亮，纯粹的几何形式可以和周围的古典建筑形成强烈的对比。放在现在，这个玻璃金字塔已经被证明是一个非常惊艳的设计，但在那个时候可不一样。虽然密特朗挺喜欢，但是法国各界批评声不断，这么重要的建筑中间放一个金字塔，不仅侮辱智商还侮辱人格。在法国巴黎这么重要的场地，去美国找一个中国人来设计，他懂法国吗？我们这儿个个都是正蓝正白正红旗，你不用。总之当时各种声音都有。不过贝聿铭在采访中也说到，他这个身份其实帮助了他。首先他来自中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而法国的历史也很悠久，那么会避免一些因为历史短而产生的认知误区，相当于咱们都是做大人那桌的，有共同话题。另外他是美国人，在那个年代不管是从政治还是经济上，跟欧洲还是更加亲近一点，所以整个项目的决策团队还是非常信任贝聿铭的。但是架不住各路媒体还有一些文化团体的反对，最终是造了一个1:1的模型放在场地中间，让大家先看一下。这么下来，人们在看了之后觉得好像也还行，再加上密特朗的支持，虽然依旧争议不断，但是项目还是有序开展。贝聿铭对建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比方说这个玻璃，在非常安全的前提之下，要保证它非常平，而且必须要非常透明，不然透过玻璃看这个建筑就会有变形，不同角度去看这个玻璃金字塔会泛绿或者泛黄。所以他在筛选了很多玻璃之后，找厂家专门去定制这种玻璃，包括里面的结构拉锁非常的细，显得非常轻盈。所以虽然争议不断，但是当这个建筑在1989年完成亮相之后，直接惊艳全球。之后各种电影电视在这里取景，各路媒体也争相报道，这个原本饱受批评甚至被视为耻辱的玻璃金字塔一下子就成了巴黎地标。而贝聿铭在面对这么激烈的舆论变化之后，依旧是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这个建筑放到现在已经成为经典，现场看的话效果更加震撼。联想到这是20世纪80年代的建筑，这么大胆的一个设计，而且建筑细节都非常到位。不仅是里面的藏品，这个玻璃金字塔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如果你要拍这个入口金字塔，可以尝试从北侧那个廊道进去，这个角度拍出来还可以。这个入口造完之后，大大的提高了卢浮宫当时的接待能力，但现在我看入口还是要排队，去的话要留意时间，毕竟这个玻璃金字塔太著名。应该说这个建筑完成的整个过程经历了舆论的起起伏伏，最终造就经典，让卢浮宫焕然一新，也让贝聿铭的职业生涯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实地体验下来，个人感觉比其他那些传统的宫殿更加吸引人，尤其是那种新旧交织的感觉，在一个几百年的历史建筑当中，用现代的材料还有设计，营造了一个简洁通透但又带有神秘感的建筑。不过现在卢浮宫前面的场地有一部分还在施工，有些地方尤其是杜乐丽花园那一块还不方便去看。没想到这条轴线的第一个建筑就花了挺长时间，那我们下期再聊。